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4月19号，今天是星期天啊。那么这两天呢，有不少网友啊，就给我发邮件，就联系我，问我呢，这个美股最近呢涨了不少，账户里面呢也赚了一些啊。那问我呢，就是要不要把它给卖掉啊？那么我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就谈一谈我的看法。前两天吧，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网友，他呢也是在这一波行情里面呢赚了差不多几十万美元吧。然后呢，他就想，怎么说，感谢我一下，对吧？啊，我就跟他说就不用了啊，我说这个以后。我如果到美国来啊，我就跟所有的网友说啊，大家不要给我什么，就是打赏啊这种东西的啊，就确实觉得可以，就是觉得是从我的视频当中受益的。那以后万一有机会，对吧？从这个，到美国来，那么请我吃个饭，喝个咖啡啊，吃饭都不用，就喝个咖啡就行了啊。这个，有句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对吧？那么，其实呢，我的账户啊，我说一下我的账户吧。我的账户呢，在这一个月，就4月份呢，差不多应该前两天看嘛，差不多是盈利60%，还是65%啊，我忘了。那么我现在呢，就是我还没有看这个账户，回去我就看一下，因为我现在手机在录嘛，对吧？我没办法就打开，回去我看一下啊，具体是多少。那么就拿我之前一直分析的股票，对吧？比如说像 MSTR 啊，或者是 Coinbase， 对吧？尤其这个 Coinbase 吧，你说你就在150美元买进，那么你在200美元卖出啊，那是第一次，你就差不多盈利30%。然后这一次它又是从140-150美元又涨到200美元，那么来回这么一次，你都不需要杠杆，对吧？你就在这一个月当中，你就能达到60%左右的一个收益，对吧？当然了，就是说你这么操作呢，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就你需要一定的技术的啊。但我之前的视频其实我都讲过了，我的这个分析 MSTR 啊，或者是 Coinbase 啊，或者说其他的那些股票跟数字货币有关的股票，我的视频都讲得很清楚啊。每一个基本上一直在就是好的点的时候，我都发视频的，我都说这个时候是一个好的时机，对吧？当然了，我并不是在视频里面推荐任何股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就是我未来呢，我也不会啊再发什么我炒股票赚了多少钱呐，或者说我具体去推荐哪个股票啊，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因为之前有一个网友，他是看了我的视频啊，他就问我，他说这个 MSTR 啊，这个股票，因为那两天还在跌，对吧？他说啊，已经在这个成本线以下了啊，那还有没有信心？当然了，现在他已经赚钱了。他这两天他来留言，他说不可思议啊，涨了这么多，赚了不少钱。但是那两天他就很担心，对吧？对于我分享的人来讲呢，我也不想就是让大家造成这种财务上的损失和压力，对吧？我只是就是说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啊，那么记录我自己的这种投资的一些理念啊。总的来讲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像每个人的目标、每个人的账户情况都不一样啊，具体的账户、具体的你要达到的目标，你要有不同的策略来应对。那如果像我自己来讲呢，比如说我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情况下呢，我盈利了60%啊，那现在才是多少时间？现在才是2026年的4月19号，就是才第一季度过完，第二季度才开始，接下来还有8个月的时间。那么对我来讲呢，就是我的目标，比如说我放在今年是300%或者500%，对吧？
就比如说我把目标说的大一点，那么我现在肯定不会说我把这些股票就全部卖掉的啊。那之前我也是，比如说定了一个目标，我就以那个 Coinbase 作为分析的一个例子来讲，对吧？因为那个我都是公开的，在视频里面都讲得清楚，所以大家看了就觉得有说服力，是吧？那么之前就是在200的高位，我就说这个地方是要减仓就盈利了30-40%嘛就可以了。然后你到了它跌下来了，你又买进去，然后你再现在你又等于又盈利了，对吧？但是现在要不要全部卖掉呢？我认为反正是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不会的如果你的目标，比如说你1年你就是想盈利60%，那也可以就像美国那个网友，他盈利了几十万美元，可以了，对吧？你今年就可以去度假，你可以来欧洲玩，是吧？你可以度假，你可以玩，你就不用再去看了，你就休息了。那如果就是像我的话呢，那我的可能比如说目标更大一点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赚很多钱，只是一种操作的一种概念。那我认为这个后市还会有更好的机会的话，那么我肯定不会现在就卖掉因为上涨呢，还有就是下跌呢，其实作为一个散户，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讲，你是很难去预测到它具体会到什么位置的。对这个股票也是，就它有可能现在它1个月涨60-70%，它也有可能就今年就涨个400%-500%。我们又要说回来就比如说去年我也分享过这个股票，就是说一个叫什么来着一个SanDisk就闪迪，这是一个做这种内存还有存储硬盘其实我对这个股票，对这家公司我是很了解的，因为我用这个公司的产品已经用了20年，从我买第一台相机，我就一直用它的什么 CF 卡，还有就是那个 SD 卡，然后呢，后来买这种 SSD 就是固态硬盘，反正买很多很多东西，我都买这个闪迪，因为这个闪迪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售后服务就只要你买它的一个专业级产品，那么你只要坏了，它都给你换新，并且就是它会给你，如果你这个东西是过去这个产品，它会给你一个最新的一个产品，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公司我其实是很了解的，但是你很难想象它从一个股价最低20多美元，好像去年涨到500美元，就涨了接近20倍。就你正常情况1年里面涨这么多，你是难以想象，对吧？那从这个500美元开始，有多少人还敢去在500美元去加仓呢？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去做短线赚个10%，500买进，600卖出，或者赚20%都有但是它现在又涨到接近900，接近1000，那这个涨幅如果是20多美元买进，30美元买进，那你现在就几十倍你正常的，你再怎么判断，你也很难就是说预测到这个股票它一下给你涨几十倍，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像如果我自己去做这些投资的分析，那么我更多的呢是会预测就我会去看这股票它会不会涨，然后呢大概我认为它能涨，比如说保守的3倍5倍，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可能达到的至于10几倍20倍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敢去想象的，也没办法说，对吧？所以呢我的策略就是什么，就是到达了我的目标比如说今年如果到3倍5倍，那么我就卖掉，但我可能会留一点点，我可能会留比如说10%20%的股票，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乎了，你赚了3倍5倍，你就那些股票你当奖励，你就放在股票账户里面，或许未来它真的能给你涨10倍20倍，那涨不到也无所谓，你就放在那里，反正这都是你已经盈利了几倍了。那你到明年，那么你再慢慢的找机会
就这个是我的操作的一种模式，就是说股市不能预测，但是呢，我们要能把自己掌握的东西你掌握住，对吧？就像前段时间股票在下跌，那么这个时候我能掌握的，就我们作为散户自己能掌握的什么，就是我可以不卖啊。你要不就是你说我补仓，有的人要补仓啊。你像我的话，我就是我不卖，我也不补仓，对吧？因为我买的位置也不算高，就本来就低，最多就是这一波本来我已经赚了，比如说多少，现在它又跌回来一点啊，我又等于没赚那么多，但是我没有亏钱啊，所以我没有这种不好的心态，对吧？那我可以稳住，哪怕这个股灾来了，那么我之前也说的仓位管理、资金管理，在股灾啊，就市场下跌，真的如果像巴菲特那样他说的啊，他说伯克希尔哈萨维下跌5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也有足够的资金在那个时候啊，去给他来一个抄底，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你自己能够掌控的一些东西啊，就市场你是控制不了的，但你要能够控制你自己手里的筹码，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我认为比较好的一种投资策略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大胆的对接下来的行情呢做一点我自己的一些预测啊。我还是依然认为，对吧？就我上个视频我好像说过，我说这个就是美国要访问中国啊，就川普要到什么中国去这个事情，会有那个迎来的股票市场的一些反弹啊。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时机也差不多，其实就是这段时间。那么顺着现在这个怎么说？现在这个已经有一些势头啊，我们要讲趋势。你现在这个趋势就是往上在涨，并且这个涨的是很猛烈的。那这种猛烈的上涨，应该来说呢，这个势头就是要延续下去啊。所以呢，就是我更多的判断呢，我认为它继续会涨，就算是回调啊，那它也是一个短暂的，虽然有可能会有一个这种大幅度的回调，对吧？因为很多人获利了嘛，他要正仓啊，要让你赚钱的人是吧？就是卖掉。但是呢，我的观点呢，就是我还是会朝着我的目标前进啊，就是说我今年我就看3倍、5倍啊，我就会往这个目标前进，我不会就是说看这个市场的。就像其实我每天现在我没有怎么去看股票啊，因为更多的时间呢，我都是在看书、阅读，然后呢玩游戏啊什么的。其实怎么说呢就随便聊两句别的啊。你像我现在坐在这个海边，前面那些已经有美女什么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是吧？对我来讲的话，就我已经很想离开这里了我说实在的，因为我的身体呢对这个太阳晒得我也皮肤各方面都不怎么好，但是也没办法就暂时也要累积资本，对吧？就是说你再一次换一个地方的话，我真的就是最好能够不要考虑很多东西了就是能够真正的舒舒服服的躺平就可以了，对吧？做我喜欢的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工作也不是工作吧，就是说自己做，对吧？就可以了，就不用再考虑很多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我觉得人生就跟每个人的账户一样，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你自己的账户你还是要看一看你买的什么股票，然后呢要有一个具体的应对的策略因为每一个股票确实也是不一样好吧，反正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想要了解的，也可以给我发邮件也可以联系我那么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会给大家分享的。最后呢，祝大家今年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赚更多的回报，好吗？谢谢。